经战况核实，蓝军的一个自行火炮加强连及指挥车辆、战术车辆、运输车辆等都已被我航空兵导弹全部摧毁。旅长，是不是马上通知炮团赶到安溪江渡口，抓紧渡江？现在炮团渡江还早，让摩步3营先过江。 1连、2连、3连，西步兵各战车车载火力实施拦阻射击，将渡轮阻滞于安溪江江面。炮火掩护。旅长，蓝军机步营火力很猛，渡船很难抵岸。命令渡船返航，让炮团一营集中火力轰击蓝军堤防阵地。 通知空军中队投入作战，天黑之前摧毁蓝军北岸阵地。准备射击！在什么位置？9.45，10公里。1洞1，1洞1，发现909移动指挥所，在向535方向运动。1洞1跟过去，1洞2，1洞3航线不变。1洞2明白。洞1，洞1，洞3发现重要目标。 丁凯，跟330朱团长沟通上了吗？联络畅通。参谋长，一切请放心。 全团官兵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战斗，保证完成任务。909旅指挥车已锁定，请求攻击，请求。1洞1，我们已到达伏击区。1洞2，1洞3，1洞4，注意隐蔽。1洞1马上跟过去，与你们会合。1洞1，正前方8公里就是红军炮团330阵地。 就地隐蔽。1洞2明白。
那就是535防线。丁参谋长，请按计划执行。明白。炮团朱团长，旅长命令。一营准备，放。准备攻击，太棒了！二营准备，参谋长，是330高地，我遭到蓝方导弹袭击，遭到蓝方导弹袭击。洞洞3完成任务，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洞洞3明白。报告长官，前沿线工事全面摧毁，正在组织抢修。我知道了，做好出击准备。是。远火，远火。洞洞1，远火以15坐标，请求开火。可以开火。报告旅长，330炮阵地再遭蓝军远程火箭炮攻击，2个炮营阵地全部被毁。知道了。导演部裁定我炮团已丧失作战能力，退出演习。二营，按原计划发起进攻。二营，按原计划发起进攻。是。蓝军向2营发起反冲锋了。大队长，摩步2营也发起冲击了。看来是炮火准备失败，只能靠步兵冲锋了。李参谋，马上通知2个中队靠上去，配合2营往上攻击前进。我带1中队从西边冲锋上去。是。
接待，住在5星级酒店，享受着西餐美味的待遇。9090的弟兄们，放下手中武器，不要再跟随主战刚叛命了。想一想1500公里的长途奔袭有多么辛苦，但他一口热饭都不让你们吃，一口热汤都不让你们喝，逼着你们到这山沟里来和我们山豹旅作战。您这是搞什么玩意？部队打演习，湖南两军都有战场全降这个环节，他怎么能这么宣传呢？我跟你说，亲，上交武器，给你找媳妇儿啊，给你好评啊，真是坑爹啊！还讲不讲政治？哎，人家蓝军的宣传，咱不敢相信。可要是真能兑现，也蛮吸引人的。把他给我打掉！看来蓝军把二营早给包围了，再这样打下去也是持久战，不如我们直接占领蓝军基地。好，看来我们只有拼了，兄弟们，跟我上！东东幺，我们发现了红军指挥车，冲上去，别让楚占刚溜了。是，推进。子弹能出来！出来！还有30分钟，演习就要结束，我还看不出来谁胜谁负。楚占刚这时候虚晃一枪，肯定是另有其兵。报告，分割创造的部队已完成对红军魔步营的围歼，并且阻击了企图偷袭我前任阵地的红军特战大队。但我2个机步营也伤亡过万，档案部裁定我机步1营和机步2营损失惨重，丧失继续作战能力，退出演习。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啊？长官，除了守备4个火力要点和前沿阵地的1个排，只有彭福大队长指挥的作为预备队的1个特战大队。是我的失误，
不应该过早的出击。通知彭继海，马上掩护佟政委还有指挥部转移。是。长官，应该撤离的是你。我想留到最后。楚占刚要抓的人是你。这个我清楚。韩鹏，现在山豹旅只有一个声音：执行我的命令。报告，参谋长，旅长上来了。旅长，我真为你担心啊！上面情况侦查清楚了吗？韩盟的主力都下山了，没想到有去无回。现在高队长留下的不到1/4，东面只有一个半警戒，他想不到我们会从这边上来。上面只有一个火力点，你回去告诉旅长，等我干掉这火力点，你们再上来。是。上。上！警戒！韩鹏就在那边，我担心。欢迎陆军909旅旅长楚占刚大将光临本所，蓝军山豹旅旅长韩鹏在此恭候多日。报告旅长，我们已找到阵亡的909旅参谋长丁凯，并抓获909旅特战大队长洪毅。把2位战友请进来，同时照顾好外面的红军官兵。是。楚旅长，是这样，刚才在上山的通道上，我的特战大队袭击了你一个特战小分队，并擒获了你特战队的队长洪毅，同时也找到了你部参谋长丁凯。也就是说，当你进入我的指挥所那一刻起，我的第2梯队已经实施了反包围。来了，进去吧。报告，进来。旅长，你们出去吧。是。各位，坐吧。哎，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这演习没结束，胜负还没裁决呢，这交战双方就坐下来喝水洽谈，这难道要握手谈和吗？司令员，距离演习结束还有10分钟。参谋长，你看这要不要现在就通知演习结束？哎，按要求规定，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0点就是0点。对，看下去。也许是鸿门宴，把声音大一点，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各位辛苦啊！你们909旅呢，从东南沿海千里迢迢地赶到我狼山基地，这一路上兵马劳顿，而我呢，却是以逸待劳，有时远迎，实属无奈。哎，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我没到第1战区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狼山的山泉水甘甜爽口，品尝之后呢，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今天泉水一杯，以表心意。韩鹏，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俘虏了。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想当一回你的俘虏，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演习结束的时间。哎，对了，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你们红军的特战队已经被我们被我们款待着呢，啊，不用太担心。你是不是让我给打糊涂了？是我攻上了你的535防线，是我攻进了你的指挥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韩鹏，你凭什么在喇叭里胡说八道，说我想升官啊？你没有这种想法吗？嗯，你们集团军的李副参谋长调走之后，你没有想接替他的位置吗？有，谁都有进步的要求，但你怎么能用这种手段来煽动战士、蛊惑人心呢？还有，你怎么可以用金钱来收买腐蚀我军干部战士？你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十分拙劣的。那说明我的宣传手段对你们产生了效果呀，否则你不会着急的呀。不是一般的影响，是很坏的影响，是瓦解军心、动摇斗志、削弱战斗力的恶性宣传。但你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山豹旅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当了几天蓝军司令，你还真把自己当反动派了？你说对了，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战友，而是你的敌人，死敌。你错就错在一直把我当解放军，你永远都不相信敌人随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上课？楚旅长，你这一路上被我的心理战打得丢盔卸甲，你的炮团呢，不到10分钟就被我的远火彻底摧毁。你怎么还在我面前摆这个王牌旅长的架子呀？我念在你啊，想把这个演习打到底，才让你进了我的指挥部。现在离演习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算你突破了535防线。就算你已经攻进了我的指挥部，如果你想得到这场演习的胜利而满足你的虚荣心的话，没问题。我现在可以让我的战士缴械投降。兄弟们，我们祝贺909旅楚旅长凯旋而归，祝贺楚旅长荣升副参谋长。韩鹏，韩鹏和童飞最终放了楚占刚一马，不失为大格局思维，让我看到了山豹旅这只除暴
在专业化蓝军道路上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但楚占刚和909旅的表现实在有些差强人意，不，更确切地说是不如人意。震惊之余，不得不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战区陆军的这2支主战劲旅，接连败在了一支年轻的专业化蓝军手下，这种现象太可怕了。如果山豹旅是一股真的来犯之敌，这个后果那是不堪设想啊！难道我们的队伍就这么不堪一击吗？当然不是。那问题究竟又出在哪里呢？演习结束了，谁赢了？没有结果。这叫什么演习啊？各种议论都有。议论啥了？楚占刚败了。首长什么态度？只有掌声。掌声是褒奖。针对演习过程，确实精彩。等首长的奖杯出来就知道了。楚旅长，演习过程我都看过了。你在最后关头带领部队攻上535防线，攻进南极指挥所，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啊！是吗？楚旅长，你指挥过的每次演习，我都没落下过吧？要不说你是军内资深记者了。你和王可征旅长都是我的老朋友，可王可征跟你的状态大不一样。好，那说说，我们俩跟同一支蓝军对抗，没有可比性。王旅长这次真是太失水准了，而你在面对这么不讲规则的对抗中，能够表现出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敢于胜利、善于指挥的精神和意志，我认为你表现出了新时期一名高级指挥员的精神风采。过奖了。楚旅长，我采访过全军很多次军事演习，但这次演习的模式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出现了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我很想知道你对这种对抗演习的模式，或者说是对这种专业化蓝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呀，应该去采访王可征旅长，他是第一个跟山豹旅交手的，感触比我深。可王旅长拒绝了我的采访，为什么？可能是这次的失败对他的打击过大吧。不会吧？哎，参谋长，我跟政委的意见是啊，这次演习啊，就不要集中讲评了，各部队呢带过去，自己进行总结。就山豹旅前后2次作战，分别做出2份详细的战法分析报告，要有思路，有磨练，有战术，有战法，以及演习成败的经验教训，主观和客观的认识。我想让山豹旅的2位主官把这2份报告啊亲自交给808旅和909旅，然后让他们主动的把这次蓝军的底也交给对方，这样的话有助于他们双方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哎，政委，你的意思呢？好啊，胜不表扬，败不指责，找差距、找不足、找原因，当成808、909 2个旅的首要任务。哎，等等。他的表现或感想也没有说服力。他所指挥的红军在蓝军面前几乎就是不堪一击，而你却不同。你跟这支蓝军对抗，打到了最后1秒钟，虽败犹荣啊！我不认为红军失败了，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攻上了535高地。可导演部认为，红军最终并未占领535防线。那就是规则模糊不清的问题了。但红军尽力了。有目共睹啊。但是也有人说，909旅是在跟半个山豹旅对抗
就像下象棋，对方是在让你一直车或一直炮的前提下。哎呀，朱全老弟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对这支部队，对韩鹏这个人，听都没听说过。是啊，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暂且不论胜负，我倒是很想听听你这位亲身经历者的感受和看法。我认为这种专业化蓝军的设置，不具有值得推广价值，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竞赛原则。如果我们踢足球，允许抱着球跑，那这种比赛还能看吗？这个比喻很形象啊。作为假想敌也好，模拟外军也好，山豹旅作为一支试验性的军队出现，用于探索训练方法的改革是可以的，但要符合国情军情。那么你认为山豹旅的出现不符合国情和军情？我们不能丢弃我们的光荣传统。训练中的问题，我们要正面教育，正确引导。训练改革的转变，不可能靠一支所谓专业化蓝军胡作非为的搞些偷袭和欺骗伎俩，而巧取胜利就能转变的。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啊。适配一下。司令员同志，909旅旅长楚占刚等候演习假面，请指示。楚占刚同志，这次演习就不讲评了。各部队带回去，自己总结。尤其是你，回去之后呢，一定要针对这次演习暴露的问题，认真思考，败在什么地方。首长，您认为我们打败了？你认为你胜利了吗？你指挥的红军虽然是比王可胜表现得好一点，但是出现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你不认失败也可以。但是总得思考问题吧，思考未来如何打赢。昨天晚上的建议十分有效成功的摧毁了红军的炮团阵地。还是旅长的决断赢。我是来听建议的，不是来听拍马屁的说说你们的意见。旅长，我觉得您不应该改变攻击红军首脑的命令。是的，在战场上机会只有一次，果断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的基本素质。而你，猫腻。这个我承认，但是决定这个手下留情的是咱们的童政委。政委？为什么？我们是蓝军，不是敌军。演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打赢，而是要发现问题。我看楚旅长未必领情吧。这个不重要，只要达到双赢的目的，这场演习就没白打。不对吧？应该是2个红军旅双败。旅长说的双赢，不是输赢的赢，而是要赢得经验教训，赢得理念更新，看到不足和差距，发现训练中的问题，找到提高战斗力的方向。太理想化了吧？我觉得有点一厢情愿。我敢说，王可争还有楚占刚没有一个会服气的。不服就对了。咱们是军人咱们身上就得有这种不服输、不怕输的勇气。
如果因为这么一仗就认栽了，我还真瞧不起他们呢。你这是怎么了？哎，行了。蓝军出击显神威，战区陆军专业化蓝军部队首战告捷。刚刚组建仅半年的山豹旅，是我战区陆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在刚刚结束的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以半个旅的实力，连续击败号称华北虎陆军第808旅和号称华南虎第909旅。山豹旅旅长韩鹏在采访中告诉我们。看报纸了，这韩鹏牛什么呀？只要再让我遇上，看过就行了。哎，参谋长快回来了，咱们先研究一下演习总结的事吧。政委，总结的事儿你就一手抓起来，好吧？你没事吧？我能脱得了干系吗？啊？可是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总结的。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和你一样，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也摔报纸，可摔报纸能解决问题吗？你就是来批评我的是吧？我是批评我自己啊。后来我把报纸捡起来，一连看了好几遍。你还能看得下去？我告诉你，我看了开头我就想骂人。哎，这就是你不对了，你都没看完，你怎么能骂人呢？你有什么感想？说实话，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是比较真实的。哎，正好，你有感想，你总结，好吧？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是打了胜仗，你总结起来比谁都积极。要不说饺子舅舅越喝越有呢。旅长啊，老王，论年龄你是我的老大哥，咱俩搭档都快3年多了吧？从我到808旅的第1天起，你就像老班长一样，教我带兵的经验、指挥的艺术、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也确实感受到808旅的光荣历史和传统。老何，别说了，你跟我绕这些弯子没用。我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但是咱这总结啊，一定得搞，要不在首长那儿交代不过去。既然你想通了，就按照你的意思怎么结，你就代表我，啊，你的总结就是我的总结，是吧？你写完了，我签字，行吗？旅长，要是这次打胜了呢？那这总结就好整了，训练、管理、指挥啊，战术、技术、后勤保障，还有这个高科技手段、信息网络、政治思想，还有文化娱乐，哪一块抓出来，那都有文章可做呀。可是这次我们是败了，败了，你哪一块拎出来都能抖出一大堆问题，对吧？没错，我们以往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有了成绩，就像盛满鲜花的篮子啊，鸡毛蒜皮插上去都灿烂；出了问题，就像只垃圾桶，随便捡出一块都臭不可闻。难怪你是我的政治委员。但是我认为这次咱们不能这样了。政委，那你说该怎么样？不谈成绩，不谈失败，先解决观念问题。政委，这就有意思了。你说，我当了3年的师参谋长，师改旅后，我又当了3年的808旅旅长，怎么突然间观念出问题了？这从何谈起？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政委，是这上面说了吗？上面是点到了，更多的是我的思考。那我好好看看去，好吧？哎，不过最近也不光都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啊。别逗我玩了。哎，你调正式的命令已经下达到集团军了。
真的？是啊，听谁说的？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刚刚给我打过电话，马上要调你到集团军任副参谋长。6年的复试总算快熬到头了，我先预祝老哥进步啊！这样，晚上到我家啊，咱哥俩啊，哎，旅长，我先走了，这报纸好好看看。政委，放心，我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报告，进来。很急吗？这份内参参谋长让我给您送来，希望您能够先看看。内参什么内容？一位资深记者向上级首长写了份内参，对战区陆军建设专业化蓝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好，我马上就看。啊，给参谋长请进来。是。对于近期第1战区陆军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中，出现的一支试验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在与红军对抗中，利用红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取得胜利。参演官兵对这种取胜表示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训练方法，是盲目效仿西方，哗众取宠。搞这种所谓专业化假想敌，和以前的红蓝军对抗演习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组建这样一支所谓试验性部队，耗资巨大，监管缺失，军纪不严，淡化了政治思想工作，乱了光荣传统，乱了训练大纲，乱了体制编制，乱了军心民心。参谋长。你看看，这是那个资深记者祖轩写的吧？对，在基地的时候，我跟他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于我们组建专业化蓝军的做法不太理解，没想到他把这个东西还反映上来了。他这个质疑啊，不能说是不对，但的确是代表了一些人的思想和观点。来，请坐。这儿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是看了这位资深记者的内参，有的是在这份内参的影响下发表的看法，也有的是参加这次演习部队的同志的现场观感。这个山豹旅一出山，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也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呢，在添油加醋。有人就说了，如果专业化蓝军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红军，那还要正规部队干嘛？再建几支韩鹏式的山豹旅不就行了吗？还有呢？还有人认为，如果将来的演习都跟韩鹏的部队一样，可以胡作非为的话，那部队还搞什么正规化训练，还搞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有人认为啊，韩鹏的所谓蓝军不败，无非就是战区陆军首长给他撑腰，有特权，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要是给我同样的条件，我也能答应。不光是反对意见吧？当然了，这里面也收到了几位集团军的领导和训练基地的干部的一些来信和来电。大多数赞同者认为啊，蓝军出击击中了要害，暴露出我军现存训练模式手段的陈旧、老化、观念滞后，认为专业化蓝军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就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那也是正常现象。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因噎废食。走老路容易，创新嘛，总是有一定的风险。我也收到了其他一些战区陆军领导来的信呢，你看看吧。上面写着，这种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是指专业化蓝军建设。但是可否考虑
步子迈的是不是太大？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跃进，不利于训练的改革。而且呢，在我们的常规的模式化当中呢，没有到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程度，可否考虑常规演习和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结合或互补？这个建议很好。其实这忧患意识啊，不仅是在演习对抗中强调，而是在干部培养当中提倡的。去推行战斗力的生成模式的转变，新型战斗力的培养，不仅是首长们的意识，也是咱们官兵们的共同认可。要说这次演习有成果，那就是暴露了问题，而且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些部队的主官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与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目的和意义，还停留在斤斤计较谁输谁赢的层面上。所以啊，这个状告信呢，都奉到我的案头上了。政委呢还有一些，我们的目标不能变，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我跟政委有个想法，战区陆军的领导分头到各个部队去，听一听我们官兵们的意见和想法。喂，你好，是808旅值班室吗？是啊，你是哪位？我是孟环南呐。请问你是哪位呀？啊，是老首长啊。报告首长，我是808旅参谋部的金参谋，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哦，是这样。我给你们旅旅长王可征打电话，他一直不接。给何政委打电话，他也不接。是不是他们都不在旅里呀？首长，旅长和政委最近在训练场，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我马上转告他们。那好，请你转告王旅长，让他抽空给我打个电话。是，首长。请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了，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谢谢你，小同志啊。这小子是不敢给我打电话呀！不行，我要再不去收拾收拾这小子，808旅还不知道让他会糟蹋成什么样子。赢得起输不起的家伙！刘参谋，到。我去一趟训练场啊。什么事儿这么急？是咱们808旅的第1任师长孟老打来的电话，他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啊，要找旅长和政委。孟老？哪个孟老啊？就是老师长孟怀南，咱们808旅的第1任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了。离休前是咱们原来的军区副司令员。他要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是不会通过这个内线打到咱们值班室来的。啊，对了，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你打我手机啊。好。哎，旅长，你忘装鱼食了？不是忘了，是不需要。旅长，你都在这一上午了，不装鱼食你怎么钓得上鱼呢？那要看钓什么鱼了。那您想钓什么鱼呢？不会是姜太公那位愿者上钩吧？这世界上没有愿者上钩的好事，只有钓者的智慧。让你们收集的材料
弄全了吗？啊，差不多了。班长，你看到旅长和政委了吗？旅长带车进后山了，政委和参谋长在指挥所。好嘞，辛苦。他的手机号有没有换过？换过2个，但这个号码一直没换过，是个北京手机号。有情节。是，这是他妻子的生日。好。有关韩鹏所有的资料，哪怕是边边角角，都弄出来。听说这韩鹏会弹钢琴，弹得怎么样不清楚。这也需要。孟老还说什么了？其他的倒没说什么，就是说让王旅长抽空给他打个电话。我想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老师长是不会把电话打到值班室来的。我知道了。科目还没完成，王旅长还没回来，你先回去吧。是。看来打败仗的事儿，孟老知道了，打电话过来问旅长和我了。哎呦，我老肯定。哎，旅长，您说的那条鱼，是不是韩鹏啊？把鱼食盒给我拿过来。这可是个钓鱼的好地方啊！啊，政委啊，今天被气，一条没钓。不会吧？你这钓鱼高手也有空手而归的时候。你跑来干什么？哦，战区陆军来电话，问我们演习总结稿了。哎呀，告诉他们搞了就是了。哎，没搞就是没搞，你怎么能谎报军情呢？我猜出来了。首长要的不是什么总结，而是一个态度，对吧？态度肯定是有的，但是啊，总结一定要好好搞，绝不能走过场。行，那就晚上先开个会，团长们先谈谈，我们归纳一下，你主持，我来总结发言，简单。老楚啊，这次我们打的可是败仗，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啊。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从狼山回来之前，司令员专门找我谈的。哦，是吗？对我们的表现还是肯定的，认为我们跟808旅不一样。可我听说首长认为我们虽然坚持到底，而且打得很顽强，但是暴露出的问题性质上和808旅是一样的呀。没错，首长也是这样亲口对我说的。808轻敌，我们也轻敌。哦，对了，过几天
韩鹏要到我们旅里边来。好，来得好，一定要招待好。各位，发泄完了？说啥呢？哎，看看打得怎么样？来，打的什么呀？哦，打成马蜂窝就这么回事了？你就会臭我！来试试这个，什么意思？看我笑话是吧？打呀，100米3号靶，来。哎，你可乖了。来，我试试。奇了怪了，这枪太给你长脸了！不打了，今天手气不好。算了，等等，哎，这是我写的总结大纲，你看看。行。哎，你看都没看你就签字啊？你知道我写的什么吗？你先看看呐。好，好，好，好。政委，这不对呀！什么叫我旅主观思维观念最少滞后30年呀？总结报告我看了，有2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信息化条件下专业蓝军部队的任务考虑的不周全，眼睛只盯着作战部队，而没有深入到战区陆军的其他层面。要知道，敌人不会只盯着我们的作战部队的。二是专业化蓝军的部队要全面快速的提升，不能光靠心理战跟对手周旋，要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既然放你们出山了，就不可能仅仅是走过场，而是要真正的起到磨刀石的作用。808和909的失利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他们不是实力不及山堡旅，而是观念太陈旧了。怎么，打得还不疼啊？没那么简单。就拿足球比赛来说吧，我们的球队不会因为输了1、2场比赛就会幡然醒悟，他们一定要弄明白输在哪里。他们也许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只是运气不佳而已。他们认为下一次还有机会，只要运气好，保证不会让国民失望。王可争、楚占刚，他们也是同样的，观念理念上的转变不会一蹴而就的，这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您说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和平时间长了，部队个别人滋生了一种内部争荣誉、外部争面子的窝里横的现象。山堡旅的出现，无疑是敲响了一丝警钟，但这远远不够啊！到底能惊醒多少人，我也没把握。也许有人醒了，也许有的人回去还是照样的睡大觉。睡大觉的肯定不会有，但想不明白的，应该是有的。我的意思是啊，这次演习就不集中讲评了，各部队带回去，自己进行总结，胜不表彰，败不指责，找原因，找不足，找差距，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贴近实战，向实战靠拢，再靠拢。有你们山堡旅
分别对前后2次作战做出2份详细的战法分析报告，从山豹旅的角度详细阐述与2支红军部队对抗的全部过程。这由我们来总结啊？是的，我说的问题也包括你们自身的问题，要有思路、有谋略、有战术、有战法，以及对演习成败的经验教训、主观和客观的认识。明白了，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我想由你们3位旅领导亲自到808旅和909旅去一趟，主动把蓝军的底去交给他们，这样有利于你们之间相互交流。这送我们肯定没问题，就怕人家不接受啊。我想不会的。最近呢，你们就到909旅和808旅去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向他们和盘托出，让他们清楚蓝军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打的，最好能够坐在一起交流。战区陆军已经通知他们了。这怎么，有什么顾虑？808和909都是败在我们手上的，我们再主动上门，是不是显得太张扬了？你们要有这种想法，可就不对了。战区陆军为什么要组建专业化蓝军？就是要通过你们的出击，去挑开和平积习这个脓包，要让部队的官兵时刻认识到，战争今天就会爆发。我们战区陆军的口号是“人民军队忠于党，随时准备上战场”。但是部队真的准备好了吗？拉出去就能打得赢吗？显然不是。不然808旅和909旅怎么会败得这么惨，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呢？这不是谁的面子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胜负问题，而是对党绝对忠诚的问题。好了，你们先回去吧。看来山豹旅的干部对这场演习的认识还停留在输赢胜负的表面上，对专业化蓝军的任务使命并不十分清晰。虽然许多人都认同蓝军部队是块磨刀石，但刀怎么磨，怎么磨得好、磨得快，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部队带回，吃饭，把歌给我拉起来。是。部队带回，拉歌吃饭。我的妈呀！终于看到旅长的笑脸了！快，开饭，开饭！看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喜从何来啊？怎么，军里没有人给你透露点好消息啊？好消息没有啊？真的没有？绝对没有啊！那我给你透露一点了。你说。听说军部已经把新任命的副参谋长的办公室给腾出来了。真的？对呀。没在旅里透露一点风声啊。我说嘛，今天早上天还没亮，就有一只喜鹊在我窗户外面叫啊叫啊，原来是这事儿啊。那我说呢，咱们闷头跑了10几天的王可贞王旅长，居然喊起口号来了。哎，政委，我突然想起个事儿，你上回写的那个总结啊，有点过，改行吗？怎么改？你别写滞后30年，你就说滞后2、3年嘛。30年前我还没提干呢，这太丢人了吧？再说了，我也是国防大学毕业的，是吧？你说，你把我们弄得跟没文化的大老粗似的，你说呢？我说的滞后不是落后的意思，滞后是相对滞后，落后是绝对落后。意识不到滞后，就是看不到差距。哎，不是说总结是由我主抓吗？
我写的就是你写的，这你自己说的呀。这个原则没变。这样吧，打5折，啊，滞后15年。如果首长的通不过，再加2年，17年总行了吧？就这么定。有你这么搞总结的吗？跟个摆地摊似的。走，不去哪儿啊？去靶场啊？不吃早饭了？吃什么早饭？上回我输你那2枪，搞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刚才我突然想起来了，没修风。今天咱俩再来，如果我再输你，我王字倒着写。哎，王字倒着写，念什么？念什么？啊？还念王？这样，我正字倒着写行了吗？不争了。头都朝下了，我还争什么呀？不争就好。实话告诉你，那天我把你枪的标识给挪了。哎，我说政委，你怎么也学会搞猫腻了？不跟韩鹏学的吗？刚才大家说的不错，真的不错。我也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这次对我们909旅来说，是一次强烈地震，是一场暴风骤雨，让我清醒了许多。朱团长和洪大队长认为啊，我们对蓝军估计不足，尤其是现代战场意识不强。不错，的确是大意失荆州啊。是我的责任，但是不能因为一次演习场上的失利，就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把部队搞得无精打采吧。因此，一支部队面临挫折、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啊，绝不能丧失斗志。一旦泄了气，下一仗将会败得更惨。因此，我认为，对我们909旅来说，总结要做到3七开。旅长，您指什么3七开？不足3，成绩7。旅长的意思是啊，只要我们再把这3分不足撵上去，就有可能赢得下一个胜利。什么叫有可能啊？肯定行。当然，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宣传，去做深入的工作，巩固树立起战胜对手信心。这应该没问题。啊，其实从首长到基层，谁都看出来，这次演习啊，我们909旅离胜利只有1步之遥。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的条件下，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树立起自强自信的信心吗？因此，首先肯定成绩。我觉得应该反过来，3分成绩，7分不足。洪大队长，这一路上我们炮团可是打过几个胜仗的。我们150多公里大迂回甩掉蓝军，统领山堵截，直插安七渡，又在安七渡一仗消灭山豹旅的一个自行火炮连，毁伤他的机步营。我们炮团是拼上了吃奶的劲，我们是尽力了。说实话，如果否定了这些成绩，我以后是没脸面对战士们了。但你在安西渡前后后耽误了3天，就这3天的耽误，使最后的总攻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洪大队长，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你要我怎么说？你是坐着民用飞机飞到狼山，又舒舒服服的在狼山趴了5、6天，以逸待劳。而我们呢，最后滞留在50公里外，能怪我们吗？收到假命令，我们是第一个受害者。所以才要总结这方面的问题。怎么就收到了蓝军的假命令了？我们的通信网络怎么让蓝军控制了5、6天？知信息权怎么就落在人家手里了？不总结研究这些问题，这仗怎么打赢？但不能否认，我们的装备设备都不如人家嘛。而且韩鹏为了胜利，完全可以不择手段，不讲道义，不讲规则，不讲章法纪律，加上首长偏袒，这么个打法还叫演习吗？你这说法就不对了。现代战争就要按照现代战争的规律来打，
敌人怎么可能在你开战之前讲道义、讲规则呢？如果他道高一尺，你魔高一丈，首长肯定会赞赏你的。可是，我们毕竟攻破了535的防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哎呀，可别提了吧！我们之所以能攻上535高地，是有蓝军指挥上的失误。当我们从东西两侧偷袭上山的时候，所有的行动都在人家微型摄像头的监控之下。洪大队长，这些问题大家都清楚了，就不要再说了啊。接受教训是肯定的，我是觉得任何埋怨和自卑都是不可取的。旅长说的对，下一步呀就是要鼓舞全旅上下的士气，加强信息化对抗能力的建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化作战的研究和训练上。最后啊，我有个提议，将来如果再遇到山豹旅，我们909旅绝不手下留情，而且谁要是活捉了韩鹏，我给他立1等功。这回全旅上下的思路算是明确了，就是要针对打败山豹旅展开主题大练兵。进来。报告旅长政委，韩鹏来了。什么？韩鹏？是的，山豹旅旅长韩鹏，还有他们的政委童飞，带着决战2017演习战术总结什么的。不过在这之前，战区陆军也来过通知，没想到他真的来了。韩鹏说要面见旅长政委，我已经安排他们到接待室了。好，来得太好了，上规格见档次，热烈热情，但要注意，不卑不亢。是。旅长，应该这样，让丁参谋长、洪大队长、钟师一并参加，借此机会也好好交流一下。那当然了，山豹旅来到909，历史性的握手，战略性的会晤，意义重大。技术战法上要交流，感情上更要交流。韩旅长、同志们，你们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真是十分感谢，由衷的感谢。楚旅长，你的盛情我们很感激，也很意外。原以为我们连碗饭都不管，连杯茶都不泡，是吧？其实啊，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们来呢。刚才我们还在开总结会，对我们自身的问题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我提出啊，对我们909旅参加这次演习呢，成绩问题要3期开。哎，你猜这3和7是怎么开的？我想应该是7分成绩，3分问题吧。童政委说的对啊，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定的。但是啊，我们几名团长、大队长不这么认识。我们的洪大队长认为啊，应该倒过来，3分成绩，7分问题。楚旅长，你这太谦虚了，没那么严重吧？当然啊，我们在查找自身问题的时候，当然要言之又严了。但是不管是正3期还是倒3期，这次演习啊，都值得认真总结，好好总结。我说了，礼轻情意重嘛。楚旅长，我们真的不是来送什么礼的。首长要求我们呢，把跟你们对抗的思路、战术、战法分析原原本本的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多了解蓝军的计划和指挥过程，以便我们今后进一步的交流。真是太好了。哎，我说你们可真行啊，这么快就整理出这么厚一大摞呀！我们啊，真是有点自叹不如啊，一定好好学习。政委啊，你看人家啊，一场演习就整理出这么厚的材料，和你们这套材料相比啊，我们恐怕就不是3期开了，我看28开、19开才是。我看我们啊，要好好的向韩旅长学习，要不然下回韩旅长，哎，洪大队长，非得抓我们当俘虏不可。哪里，我们是互相学习，互相学习。韩鹏啊，这份资料我回去啊，一定认真拜读，好好学习。
那楚旅长，我们就先走。好，多谢了，同志们。走了。好，慢走啊。走了。好。来看，送。报告。进来。队长，有事找我。啊，总结的事情啊，战区陆军抓得还挺紧。你看能不能找2个文笔好的参谋啊，把这2天会上讨论的发言再整理一下，主要是把态度端正了，把整改措施写到位。行，哎，队长，要不我们把山豹旅送来的资料拿去做个参考，对照一下，可能会更有针对性。最好还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搞。一个材料搞得有没有水平啊，关键是有没有独立的见解。如果我们跟着山豹旅跑，首长看了不一定高兴。不会吧？我们只是做个参考。啊，我相信啊，他们那份材料一定也送到首长那里去了。如果我们查找出来的问题，或者是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跟他们一样，有雷同的地方，首长反倒会认为我们搞东西啊，缺少思考，缺少独立的见解。你说呢？旅长说的对。来，坐。丁凯啊，你跟弘毅也算是老战友了吧？来，坐。哎呀，你说这洪大队长怎么老是跟我别扭呢？旅长，你别在意。洪大队长就是这个脾气，这么多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绝不是冲你个人来的，都是为工作、为训练，这点我敢保证。我相信啊，老洪不是冲我来的。我已经跟军长最少2次提过，把弘毅提起来，他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才。可是他怎么说呢？旅长，有话请直说。啊，你呢，找机会跟他聊聊，看看他有什么想法。我是旅长，他是大队长，每次开会你们也看出来了，不是他怕我，是我怕他。哎呦，我不骗你啊，我是真怕他，他老是噎得我喘不过气来。你说，这旅长的作战部署，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嘛，也不是拍拍脑门就下命令的嘛。你说哪儿去了？不过我找弘毅谈合适吗？这旅领导里头，也就你跟他关系最近了。那行，那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旅长，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哎，喝点水。不喝。啊。把门关上。好，徐仲美，慢走啊。那你早点休息吧。哎，明天要不要我陪你到几个景点转转？啊，不用了，这明天呀我就回去了，还要去808旅看看呢。好，那再见。哎，等会儿，那个徐政委啊，
那个我有几个问题要向洪大队长请教，您看这是不是？好啊，哎，洪大队长，你好好跟韩队长交流交流，他们政委套我的话我都没说，好好交流一下啊。是，那行，徐政委慢走。哎，政委慢走。哎，洪大队长，哎，请吧。哎，请。政委，啊，哎，政委，啊，哎，对了，政委啊，我找你说个事儿。哎，是这样，旅长啊，让我跟红玉谈谈，可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觉着吧，我找他谈，好像不太合适。行，那我去找他谈谈啊。太好了，那谢谢政委。我们8天前就飞到拂晓市了，乘的是民航班机，全部是以建筑工人的身份去的。他这么说，你们在535防线下边整整潜伏了7天。是，一个中队先进入，后面2个陆续进入。我们一点都没有发现，而且林子里边我们都布置了电子侦察监视，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们是怎么藏起来的？我很有兴趣啊。其实很简单。为了防止电磁波泄密，我要求特战大队所有成员在进入潜伏区后，关闭了所有无线和有线的通信设备，只用最原始的手语和人工传递来沟通。只是在发起总攻前，才开通了有线电话和旅指挥所联系。你们这些呀，都是我们山豹旅需要好好学习的地方。哎，我敢肯定，你们的生存技巧一定也很棒，否则的话不可能潜伏那么久。我在国际猎人集训营，和外国特种兵也学习了一些东西，对我们很有帮助。洪大队长，我这个人呢很直率，不瞒你说啊，我见到你，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参谋长，朱团长，哦，朱副旅长。命令还没有宣布，团长、副旅长一个级别，你还是叫我团长好点。不一样，炮团这边是军改的大势所趋，当然，你干了这么多年炮团团长，对炮兵团的感情我们也理解。参谋长，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马上就进旅领导班子了，我们在一起共事。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参谋长，洪大队长的意见，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认真考虑。你是说弘毅？你不是也不赞成他的说法吗？对，我在会上是不同意他说的成绩13，不足17的3七开。但是他提到咱们旅的问题，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啊。可是我觉得咱们旅长并没有当回事。或者说，没有引起他和全旅官兵的强烈重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不是也认为，如果否定了成绩，以后就没脸面对战士们了？是，我在会议上是这么说的。我同意不要泄气，要鼓劲的提拔，但是会下的具体工作安排，也不能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当回事吧？如果把暴露出来的问题都隐藏起来，那才是对不起全旅官兵。也对不起战区陆军首长。哦，你是说下一步训练工作的安排？我看啊，你先别急，旅长会考虑的。这回咱没打好，旅长也着急啊。我没看出来他哪点像着急的样子。荣胜啊，你还是不了解咱旅长。他看问题、做事情跟别人不一样，再重大的事儿。到他这儿，都能神气自若。神气自若，可不是嘛？这就叫人生3境：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这都哪来的人生3境啊？我不懂。哎，你钓鱼吗？我不钓鱼，但是我会烧鱼。哎，那天我带你去陪旅长钓钓鱼，旅长钓鱼。那可是一绝呀！
我可没那闲情逸致。哎，钓鱼里学问可大着呢。咱们是搞军事的，领兵打仗、搞训练是咱的家常便饭。你说这钓鱼，他能钓出啥名堂来吗？我跟旅长这么多年了，在陪他钓鱼的过程中，就学到不少东西。比如，遇事要沉得住气，鱼不是一下钩就能钓上来的，你必须要等，等的过程最熬人。但你熬下去了，鱼就上钩了。哎，参谋长，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点实在点的事儿，你老是跟我聊钓鱼，我荣生啊，你马上就进领导班子了，跟你当炮团团长可不一样啊，位置变了，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就要起变化，沉得住气是第一位。好，我洗耳恭听。旅长有一回钓鱼的时候，3次下钩，饵料都没鱼吃了，可鱼就是不上钩。我在一旁也足足等了2个多小时。最后我催旅长说：“天都快黑了，回去吧，要不就涨潮了。”你猜，旅长咋说？还能咋说？收竿走人呗。旅长一段话，让我至今难忘。旅长说：“人生在世，须有一口气，不管是志气、勇气、才气，还是傲气，总之，你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就是韬光养晦，就是高瞻远瞩。面对挫折逆境，不会心灰意冷。”这倒是。旅长说：“沉得住气，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刘备就沉得住气，最后得3分天下。楚汉相争，项羽设鸿门宴，刘邦沉住了气，才有了后来的垓下之胜，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沉着冷静，不骄不躁，在平静中叙事，在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这也是钓鱼钓出来的道理啊，也算是哲理吧。哎，你猜，后来旅长钓上来多大一条鱼？7斤呐，7斤重的一条大鱼。哎，可我们现在怎么办？打了败仗就能这么沉得住气啊？我可沉不住啊！明天你又不是炮团团长了，火爆脾气一定要改了。我可听说有人要走了。谁要走？弘毅。怎么会？他怎么可能走呢？为什么走？你就看看现在这个现状，稍微有点想法的人都觉得憋得慌。怪不得旅长让我找弘毅聊聊。再有意见，他也犯不着脱军装啊。军改后撤编那么多单位，有多少人想留在部队，都没有如愿，他怎么还要走呢？哎，你也劝劝洪大队长，还是要沉住气，一定要相信旅长会有办法的。参谋长，我看你现在只相信旅长一个人，连你自己你都不相信。你旅长都不相信，还相信谁啊？荣生，咱俩可是一块入伍的，都是老战友，这话你也就在这儿说说，可不要对别人说了啊。我现在想想，当时在会上我反对弘毅是错误的，他提出来的3七开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有预感，照这样下去的话，90九旅想翻身难。你呀，别说气话了，学会沉住气，啊！好了，我还有事儿，有时间再聊。